奥布敢于与联合和 Plant 叫板，他真的有那个实力吗？高达 Seed 中的奥布以中立理念为本，依靠强大的科技实力，在剧中多次与联合和扎夫特叫板。很多人好奇了，奥布一个小小的岛国，他究竟为何这么硬气？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其实 Seed 宇宙中大多数地球势力都是有着属于自己的现实原型的，比如以北美为主导，并在开战后吞并了南美合众国的大西洋联邦，比如横跨欧亚大陆，以俄罗斯和欧洲诸国为主的欧亚联邦，比如以中日韩为主的东亚共和国。他们都算是有借鉴，注意我的用词啊，是借鉴2000年那会儿的国际形势而创作的虚构势力。可奥布却不太一样，它的领土是虚构的，在现实地图上不但找不到这块地方，它的国家原型啊更是根本不存在。按照设定中描述的奥布是以日本移民为主创造的国家，次要的成员是中国移民和韩国移民，算是赤道上的小东亚共和国。奥布许多东西的命名啊也非常的日系，比如剑域雷神号、村雨、辉夜等等。用现实世界眼光来看啊，这就是一个脱离了美国掌控的，以科技研发水平为特色，以中立为外交手段的日本人理想中的日本。这里咱们就不深入讨论了啊，回头评论区里边又吵起来了。奥布的政治体制是君主立宪制的一种，主要决策层呢是5大氏族，并由他们选出代表首长，即剧中的乌兹密，我还是喜欢他以前的叫法啊，胡子密，非常形象贴切。同时呢，奥布也有由国民选举出来的上议院与下议院，不过话语权不算太大，主要决策权还是在5大氏族手里。而这5大氏族呢，也不是永久的，如果遇到断绝家族关系或脱离奥布的，就会被降为下级家族。在联合与扎夫特开战后的第2天，胡兹密就发布宣言，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态，奥布都将坚持独立、中立，并遵循不侵略他国、不容他国侵略、不介入他国纷争的理念。同时，奥布也向自然人与调整者国门大开，在对外合作上允许国内企业与他国进行民间合作。可是胡兹密也知道，在 MS 兵器大行其道的环境下，奥布如果没有能力造出自己的实战用 MS， 中立理念也自然无法坚持下去。于是呢，便悄悄与联合合作，开发 GAT 系列 MS。所以你说他中立理念贯彻的好吧，他确实跟联合搞军事合作了。你说他违背誓言吧，他这么做又是为了加强国防力量，以便更好的贯彻中立理念。所以说这世界上的事儿啊，哪有那么多非黑即白的？但是从政治立场上来说，联合那边算是看到了蛋壳上的缝儿，毕竟奥布是个岛国，国土内的资源本就不怎么丰富，国家之所以富裕，主要是靠着较强的科研开发水平以及不错的工业能力，才得以让国民过上富庶的日子，甚至可以建造出质量加速器，以方便卫星殖民地的建设。可归根结底，奥布离不开联合所提供的资源，也离不开调整者所带来的科研红利。虽然胡兹密还在位时，这个缝儿能够让他堵得住，可是当胡兹密与一众硬派管理者集体玉碎以后，在第一次奥布守卫战中被打怕了的5大家族便开始向联合抛出橄榄枝，希望能够融入到联合之中。从第一次奥布守卫战中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得出，虽然奥布有着相当数量的量产 MS、M1 一端，也有着相当雄厚的近海以及海岸防卫配备，但它终究是个岛国，战略纵深就那么点儿。面对联合的正面进攻，别提 MS 登陆战了，就是一上来一波导弹雨下来，就足以把奥布的防护网打得千疮百孔。在巨大的体量差距之下，你 MS 那一点点的先进性显得是那么软弱无助。而且就算有大天使号以及自由高达这样的顶级战力支持，只要地球联合派出相应的王牌部队，也使得吉拉他们难以改变战局，最后不得不放弃国土，卷铺盖跑路。而第2次奥布守卫战中，奥布自身的实力更加雄厚了，可变形机体村雨在近海防卫战中的表现也是相当不错，还有拂晓这样的高造价指挥官机用于提振士气。就算是这样，也主要是靠终端机的援护才守住了国土，而且更确切的说啊，是坚持到了 Logos 的逃亡。毕竟扎夫特这边的撤退命令是塔利亚舰长主张的，如果无视 Logos 已经不在奥布这一事实，扎夫特真的打下去，靠终端机那点下降部队以及奥布本土那已经到达承受上限的防御部队，估计沦陷啊也是迟早的事儿。所以说啊，奥布敢于跟联合和扎夫特叫板，从2次守卫战的表现就可以看得出，绝对不是对自己军事实力的盲目自信，更多的是胡兹密早期与联合和扎夫特的商业合作关系以及所提供的技术贡献，让两边的人啊都不敢随便动弹。当然了，也只是在他俩不想招黑的前提下，真打急了，科队把赫里奥波利斯扬了，能怎样？黄毛下令把奥布国土给占了，又能怎样？在没有足够军事实力的保证前提下，奥布的中立理念一直是靠政治博弈来赢得生存空间的。其实压根就不存在奥布想要硬刚联合和
和扎夫特的情况，2次交战全是形势所迫。有人可能会提第1季与第2季的决战中奥布的表现，哈哈，拉倒吧，人家终端机才是决战的主角，奥布不过是区区参战国罢了。只不过奥布代表是卡加利，才显得戏份多了。大家可千万别把终端机和奥布划等号哈，具体终端机是啥，这个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